避暑山庄啊，朋友们，终于到这个大名鼎鼎的避暑山庄了。之前总是在电视上看过啊，一直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。今天就去实地去看一看。五 A 级景区啊，真是太有名了。从这里就进去了啊，这个地方门票130块钱。这个避暑山庄是从康熙时候开始建的啊，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3代，用了89年才建好的。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，比故宫还大17倍呢。这个就是大门了啊，上面康熙皇帝亲自写的"避暑山庄"这4个字，经常在各种宣传手册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吧，非常熟悉啊。但是很多人说他这个"避"字写错了，这下面多写了一横。但这是皇帝写的啊，即使他写错了，也没人敢说。写错了也是对的啊。另外就是还有个意思是说人家是来避暑的，不是避难的，怕让人理解成他们是来避难的呢，所以故意在那里多写了一横啊。哇，这个院子厉害了啊！这是当时皇帝接见百官朝见、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啊。皇帝就在前面这个房子里面办公呢，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啊。这房子呀，都是用金丝楠木做成的。你看它这个柱子，很多都保护起来了吧？这一根柱子据说就27个亿呢啊！你看，有68根柱子呢。所以说这个房子无价之宝呀。看看皇帝的宝座去啊！哎呀，跟故宫那个太和殿似的啊！皇帝的宝座在正中间。跟电视上演的也都一样啊。上面那个淡泊进城也是康熙写的字啊。他这个房子呀，窗户啊、门框啊、柱子呀，都是金丝楠木的。你看这上面雕的，这个是蝙蝠，这个是万字，这下面还雕的寿桃，这就是万福万寿的意思啊。我们再看这个大殿的地砖也是不一样的啊。北京故宫的那个太和殿里面的地砖是有的那个金砖嘛，这个地砖是用的化石啊。你看这个地面上有很多贝壳的那种啊，这是火山喷发以后有那个贝壳形成的化石。站在这大殿门口，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啊。而且有一股冷风从这屋里面吹出来，这都是金丝楠木的特性，无风自冷，无花自香。这些楠木啊，都是从峨眉山那边上千年的那个楠木啊，从峨眉山运过来，本身就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了，还要小心翼翼的把这些柱子运到这里来，也是费了不少功夫呢啊。这个大殿是整个避暑山庄最贵的建筑啊。其实康熙盖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并不是用的金丝楠木，是后来乾隆的时候啊，全部换成金丝楠木了。啊，乾隆这个败家子啊，好大喜功。金丝楠木的大殿后面有一个4只书屋，这个可不是皇帝读书的地方，这是他上朝之前啊，在这里换衣服的地方。你看这里面摆放的8个椅子，这是他的8个大臣，在这里商讨国事啊。皇帝上朝之前呢，在这里接见这8个大臣，他们先在这里商量好，哎，一会儿上朝时候会说些什么，是吧？先开个小会，统一的意见，一会儿上朝的时候就好说了嘛。你看皇帝那个椅子上还有一个如意，还有一个小盒子，那如意啊，就是他拿在手里按摩的啊。然后小盒子呢，就是它的痰盂吐痰用的，这2个是原件啊。大家看这8个椅子，这都是紫檀木做的，而且看上面挂的牌子，这都是真的啊。当时8大臣坐在这椅子上，最有名的8大臣就是咸丰皇帝死的时候，把他的儿子政权啊托给那个顾顺8大臣了嘛。再往后走，这个院子就是皇帝睡觉休息的地方啊，就是卧室。
男的就不能进去了啊。以前呢，只有太监、宫女才能进这后面去呢，现在我们就随便进啊。它这是前朝后寝，后面就是睡觉的寝室啊，前面是办公的那个办公楼。来看这个正厅，现在都没有开放啊，只能透过玻璃窗看看里面。你看正中间有2个西洋钟，这是老外进贡给他的啊。两边呢有2个大缸，这缸呢干啥用的呀？夏天的时候把这缸里面放上冰块，降温用的啊。皇帝坐在正中间，每天早上呢那些妃子呀、宫女呀，穿戴好了来这儿给皇帝请安。然后这边呢是皇帝那个吃早饭、吃饭的那个餐厅，吃饭的时候才摆桌子呢啊，现在没有摆，挺宽敞的啊。餐厅和客厅都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旁边的这个卧室，有4个皇帝住过这个卧室啊，康熙、乾隆、嘉庆还有咸丰，而且后2个皇帝就是死在这个卧室里面的啊。因为这个卧室靠近西边，也叫做西暖阁啊。看看皇帝的卧室，来吧，是不是很好奇？你看，其实房间里面比较小啊，正对面是一张床，又长又窄，这个叫长寿床。然后这个窗户边上也有一个床。咸丰皇帝啊，是8国联军不是打到北京了吗？他是避难逃到这个避暑山庄的啊。当时在这个桌子上呢，这个还签订了北京条约啊，就是割让了中国大面积的领土啊。就在这个桌子上签订的北京条约啊，所以这个桌子呢也被叫做圣权辱国桌，而且他还追认了瑷珲条约的有效性啊。咸丰皇帝是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啊，他1861年就死了，死的时候只有31岁。然后那个嘉庆皇帝啊，他是去木兰围场打猎回来路过这里啊，然后住在这里，当时也得病了，就死在这个房间了。所以2个皇帝都死在这个房间里了啊。然后咸丰死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西边住的是那个慈禧啊，然后东边住的是慈安，2个皇帝一东一西啊。现在去看看那个慈禧的房间住在哪里。穿过这个小门，哇，这就是慈禧住的这个院子啊。咸丰死的时候啊，把皇位传给了6岁的那个同治皇帝，同时呢，任命了顾顺为首的8大臣来辅佐他。但是慈禧太后在这里啊，联系那个奕欣，发动辛酉政变，推翻了这8个顾命大臣，然后他掌权了啊。从此呢，开始了慈禧48年的掌权历史。这就是慈禧当时住的房间。慈禧当时是29岁啊，那个慈安27岁。同治皇帝就是慈禧的亲儿子嘛。啊，慈禧啊，年纪轻轻她就当了太后了。这就是慈禧住的2室1厅啊。哇，这个小地方啊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呢。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门，这不是刚才那个皇帝的那个寝室吗？晚上他如果翻了哪个妃子的牌子，那妃子就从这个后面的小门被送进去了。然后我们再看这边呢，有2个桑树啊，有句话叫做前不栽桑，后不种柳啊。但是在这个皇帝寝宫的旁边啊，就有2棵桑树。这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？而且这2个桑树啊，长得非常茂盛，不太吉利啊，反正是。这是最后一个建筑了，云山圣地，以2层啊，下面这层是他们听戏的地方，2层呢是供奉的那个佛堂啊，礼佛的地方。但是这里面是没有楼梯的，必须想上去的话，从外面的这假山这样走上去啊。从这个门出来，宫殿区就转完了。现在去那个花园区再转一下。这个宫殿区居然只占避暑山庄2%的面积啊！
哇，大部分全都是后面的这个花园区。它这个花园区超级大呀，把这个山呀还有湖啊全都圈进来了啊。刚才我转的那个宫殿区只有这么一小点点啊。这里边因为太大了，所以需要坐电瓶车，还要坐船游览的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然后下个视频我们到这个花园区转一下。好，拜拜。没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啊，世界文化遗产5A级景点。上个视频转了那个宫殿区了啊，现在去转一下后面这个特别大的花园区。先看看这个地图啊，它这个花园呢超级大的，里面有山、有湖，还有平原，所以需要坐车和坐船游览的。船和车可以分开买，也可以一起买。一起买的话就是150块钱啊。来都来了，我就都坐一下吧。这景色太美了啊！票买好了，现在去坐船。哇，像是来到了江南水乡呀！你看看这个景色，湖光山色的啊。又有一个避暑山庄的大石头，我的船在那边停着呢。看那里有一个，中间有个那个是仿照杭州的苏堤啊修建的那个堤。各位游客，哇，我坐这个船呀，这感觉像皇帝的那个龙船呀。那个船刚发出去一艘，开船了。哇，这个船是用竹竿撑的啊，不是电动的。坐船10分钟到达这个金山上面了，到上面可以转一下。这个山是人工堆砌的，山顶有一个阁楼，这是仿照江苏镇江的金山寺修建的啊。这阁楼现在进不去，围着它的外围可以走一圈，然后可以看看风景。这些皇帝们去全国各地玩耍，看见人家什么地方的建筑比较好，然后他就模仿回来建一个啊。又坐到一站啊，现在上岸去游览。这个岛上有很多的荷花呀，哇，夏天来荷花盛开肯定很漂亮。然后这里面啊，就是拍摄《还珠格格》的那个地方，叫烟雨楼。看，那上面有一个烟雨楼的牌子，这个是乾隆时期仿照浙江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有一个楼啊，他仿照人家的楼在这里建了一个。《还珠格格》在这里拍的啊，那个小燕子住的漱芳斋就是这里。烟雨楼这里，我感觉是整个避暑山庄最美的地方啊！你看看这个景色。为啥叫烟雨楼呢？因为这里是皇帝带领妃子们早上赏云雾，晚上赏雨的地方啊。因为前面有条热河，是温泉水嘛，那个温泉水汇入这个凉的河水里面，就会在水面上形成一层雾嘛，所以他们就会赏这个雾啊，雾蒙蒙的感觉，是不是很浪漫？现在在坐车去游览那个草原区。坐哪个车呀？几个人啊？一个人。前面这片草坪就是皇帝的养马场，每年他们出去打猎之前都会在这里选马，选好马以后去木兰围场打猎，打猎回来在蒙古包这里举行宴会，大宴群臣。又到了一个景点，后面有个塔，那个是仿照
杭州的六合塔修建的啊。武松就是在六合塔出家的嘛。这里是皇帝祭祖礼佛的地方。哎呀，真是不能让皇帝看到有什么好东西啊，不然他们就回来立马仿建一个。现在这个塔是没有开放啊，拍拍照就可以了，简单看一看。现在到了山庄里面的热河了，这是全世界最短的河流，只有700米啊。实际上它是一个温泉，后面就是它的源头。冬天的时候啊，这些其他的河流都结冰了，但是这个河它不结冰啊。以前呢，它的这个温泉的温度有80度呢，但是现在没有那么高了，现在据说也有8度左右呢。它冬天是不结冰的啊。然后这个温泉的水流出来不是热的吗？跟这个凉的河水一结合，水面上就会产生很多的雾啊。然后皇帝就在那个烟雨楼嘛，带着那些后妃在那里赏雾啊。就是因为这条河，这个避暑山庄也叫做热河行宫，皇帝的行宫啊。不管外面的天气多寒冷，这个热河水啊，从来没有结过冰。当地人都说呀，热河泉水洗洗手，功名利禄全都有；热河泉水洗洗头，一年四季不发愁。来，给大家看看这个神奇的热河水。在这边坐车上山去玩，它这个车是没有窗户的，这个风吹进来嗖嗖的，很凉快。这外面全都是松树，感觉是荒郊野岭的感觉啊。偶尔有一些建筑啥的啊，反正就是很原始的感觉。坐车到达第一个景点了，四面云山，然后要爬到上面的亭子那里啊，然后可以俯瞰承德的市区。车上坐了那么多人，他们都没有人在这一站下的，因为这里啊要爬这几个台阶，只有我和这小朋友下来呀。这没2步路就上来了啊！看四面云山，这也是康熙的亲笔题词。这些皇帝经常来这个亭子里面眺望远方，这下面呀就可以看到承德市区了。这市区也是修建在山谷当中的啊。这个承德四面环山，这个景点没啥意思啊，就是看看承德市区。好，现在坐车去第二个景点。这是坐车的第2站了啊！下车以后要爬到这城墙上去看风景。哎呀，这感觉是长城一样的呀！哇塞，去看这边，这视野啊！对面是那个小布达拉宫，明天去这里转啊！这个确实是仿建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的啊，跟那个长得非常像啊。那边呀是给班禅修的那个宫啊，是仿照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修的，所以西藏的班禅和达赖都来过这里啊。哇，沿着这个长城往上看看风景，这其实是避暑山庄的宫墙啊，它全长10公里呢，叫虎皮城墙，修的就像长城一样啊，非常的壮观。整个避暑山庄全都是被这个宫墙围起来了啊。大家看看这个面积有多大！哇，古代人骑马在这里面，我估计会不会迷路呢？太阳出来了，特别晒呀！现在坐车去第3个景点了。第3个景点也是看景的啊，站在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那个平原区，还有湖区。远处呢是五列河。然后对面那个山上看，有一个像棒槌一样的棒槌山，改天我到那里也看一看啊。这个避暑山庄的范围呀，一直在河的这边，全都是啊，看有树的地方全都是属于山庄里头的。这个平原区啊，那个皇帝
打猎回来啊，就在这个蒙古包这里大宴群臣，开庆功宴的啊。我现在在河北承德，哇，大家看我前面这个雄伟壮观的建筑，这就是承德的小布达拉宫，它是仿照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的啊，特别的像啊，也是在山里面依山就势啊。进去带大家转一转啊，去不了拉萨的就去这个布达拉宫吧。防火灾事故发生。到了小布达拉宫门口了啊。哇，在它跟前呢，就看不到它的整体了，就没有那个层层叠叠的那种感觉了啊。它的原名叫普陀忠诚之庙呢，但是这个名字太拗口了，大家都叫它小布达拉宫。门票80块钱啊，进去转一下。以前中间这个门是只能皇帝走的啊，普通人都得走两边。现在呀，咱们就全都走中间了。后面呢就是五塔门。你看这个门的上面有5个塔，每个塔都是一个颜色，每个塔又代表藏传佛教的一个分支。这两边还有2个大象呢，你看这个大象有什么特点？跪在这里的啊，你看它前面的腿跪在这里，好像对着人朝拜一样啊，确实是这样。大家看，对面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，它在对着避暑山庄朝拜呢。避暑山庄里面坐着谁呀？坐着皇帝嘛。前面到了琉璃门了，这个是等级之门啊，就是以前啊王公贵族呀，还有那些喇嘛，可以穿过这个门到里面去拜那些佛，但是普通官员等级不够的就不能进去了，只能在前面的这个广场上跪下，在这里开始跪拜了。所以这里把人就分开了啊。再往前走就是藏式风格的这个房子，如果你去过西藏的话，就知道啊，西藏全都是这种风格的，真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它这个窗户是假的啊，就是装饰用的。你看这边也全都是这种风格的房子啊，就像来到了西藏一样。这些房子里面供奉的佛经，以前有喇嘛在里面念经的。为了建这个庙，乾隆皇帝是专门派人实地去西藏的布达拉宫那边测量过的啊，实地考察回来，在这里才开始建造的。所以他追求的是这种神似，也是下面是白台，上面是红台，那红色的建筑才是整个的核心啊。我去，大家从这个角度看。看这个建筑多壮观了啊！这红台和白台，哇，一直修到那个山顶上去呢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，只有走到跟前，才能感觉出它的高大来。从这里就要开始上台阶了，一共呢是104级台阶，每一级台阶象征着人的一个烦恼。但是人有108个烦恼啊，为什么有104个台阶呢？因为另外4个烦恼，生老病死，那是每个人都无法去掉的啊。即使你再怎么修行，生老病死是固定不变的。每上一个台阶，就代表着消除了一个烦恼。上到这个大红台了，没想到这上面还挺大的啊，有很多经幡，也可以看到大红台的全景。这一共高25米呢啊！你看下面有3层窗户，这是假的；上面3层窗户，那个是真的。
然后这里啊有上下6层的这个佛像啊，这是代表着乾隆皇帝60大寿。然后那个上面有一圈的那个小佛像，一共80个，那是代表乾隆他妈80岁大寿啊。乾隆的妈就是甄嬛啊，非常熟悉啊。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庙啊？就是因为要庆祝他的60大寿，还有第2年他妈的80大寿的。然后这些蒙古啊、青海啊、西藏啊、新疆啊那些地方的领导啊，都来这里给他祝寿。这个就是大红台的上面啊，它是一个回字形的啊。哇，这建筑全都是红色的。中间这个是万法归宗殿啊，里面供奉的释迦牟尼，但是不能拍照的啊。乾隆皇帝在这个殿里面接见了那个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。沃巴西26岁啊，率领他们的族人从沙皇那边啊万里归途返回中国。而且这个大殿的房顶啊，它是镀金的啊，上去看看这个金顶。到了楼顶上了啊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金顶的全貌。哇，快看这个房顶，金光灿灿的呀，在阳光照射下呀，都闪瞎人的双眼了。它一共有2层啊，呈这个鱼鳞状的排列啊。它是铜制鎏金的啊，用了黄金1万两嘛。曾经日本人占领这里的时候啊，想把这个黄金都刮走。你看下面这层有那个刮的痕迹啊，已经不那么黄了。但是日本人刮到这个上面这层的时候，掉下去摔死好几个人，所以他们就不敢再往上了，怕遭到报应啊，所以让这个上面的金顶逃过一劫。在这里必须得拍张照啊，这是真正的金顶，当地人叫它金山啊，背靠金山，一生平安。看完金顶，小布达拉宫就参观完毕了，然后往这边看，对面这个山顶上啊有一排城墙，这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啊，皇帝就住在这个山的后面。然后再往这个方向看，那里也有很多房顶是金黄色的那个寺庙，那个是专门给西藏的班禅修的寺庙啊，就是班禅行宫。咱们现在到那里面去看一看吧。从小布达拉宫出来，有那个电瓶车免费的啊，就可以拉到这个班禅行宫来玩。它2个啊是门票通用的啊。这个本来叫做须弥福寿之庙呢，但是这名字太拗口了，所以大家都叫它班禅行宫。这个庙里面也有一个琉璃牌坊，后面也有一个红色的大殿啊。而且这个大殿的顶啊也是鎏金的，从这里上去，跟刚才那个小布达拉宫很像啊。这个是乾隆70大寿的时候，那个6世班禅啊，他从西藏的日喀则那里徒步啊来北京为他过寿的，所以乾隆皇帝专门在这里给他修了这个庙，是仿照扎什伦布寺修的啊。班禅的驻地呢，就是西藏的扎什伦布寺。这里面也是一个回字形的啊，也是这个红色的楼。班禅啊，当时在这个楼里面讲经。现在到那个顶上去看看那个金顶，看这个房顶也是金光灿灿的啊，铜制鎏金的，也是用了上万两的黄金啊。跟小布达拉宫是同样的级别啊，它这房顶还有好多条金龙呢。当时呀，40岁的6世班禅率领了1000人，从西藏的扎什伦布寺啊，就是日喀则那个地方，徒步走到承德这里为乾隆祝寿，然后在这里讲经说法。最后呢，他又去了北京的雍和宫那里，在那里讲经说法。但是很不幸啊，在那边染上天花了。第2年就去世了，42岁去世的。今天就逛到这里了。最后呢，大家对着这个金顶啊，给我双击屏幕，点个赞啊！
我现在在河北承德，今天到庆垂峰去玩一下，当地人都叫它棒槌山呢啊。先用无人机航拍一下，这个山的形状很特别呀。你看它上面粗，下面细，就像我们洗衣服用的棒槌一样，所以当地人都叫它棒槌山。但是为什么又叫庆垂峰呢？这是康熙给它起的名字啊。当年康熙来这里游玩，觉得它像是寺庙里面的磬锤，所以给它起名叫庆垂峰。你看皇帝起的名字就是比我们普通人要文雅一点啊。而且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奇石，叫做蛤蟆石，这要从特定的角度看过去，确实像一只蛤蟆趴在这里啊。这里是售票处，门票25，索道往返80，买好票了，然后到这边坐索道。它这索道是这样子的啊，一个椅子这样吊在空中，在树顶上走呢啊，离地面不是很高。看，我在这个树顶上呢，脚就踩在这里啊，这手机很容易掉出去啊。而且今天太阳挺好的，有点晒。哇，旁边就是那个普乐寺，那个是仿照北京的天坛建的啊，也是这样圆形的，非常像。这个索道不错呀，坐在这里就可以欣赏风景啊，树顶漫步的感觉。这个索道真长呢啊，你看，全长呀1.6公里呢。哇，这么一看的话，80块钱往返还挺划算的呢。如果走路的话，刚才我问了售票员，上去2个小时，下来又1个半小时，太浪费时间了啊，还是坐索道吧。哇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棒槌山了啊！哇，一个一柱擎天的感觉呀，孤零零的耸立在山顶。这个形状确实非常独特啊，它由上面的棒槌还有下面的底座组成啊。它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刚才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最开始啊，它就是这一面墙呢，后来这半边呢，慢慢的分化脱落了，然后就剩下它立在这里了啊。它的形成呢，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沧海桑田，1万年的地质变迁啊。在缆车上跟它合张影，这也算是承德的地标了吧？神奇的大自然啊！坐索道上来才是大门呢啊，在这上面才检票呢。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台阶的啊，还没到山顶呢。半山腰有一个宝山寺，这里面有摩崖造像呢，房间里有5个，然后这边有2个，但是现在这个锁门呢进不去啊，趴窗户上看一下吧。里面呀是弥勒佛呀、宗喀巴大师呀一些佛像啊，看看这个外面的吧。这个是米拉日巴尊者，西藏佛教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。这个是一个天女，她是佛教的护法神，看不清楚了。现在，快往前面看！哎呀，这个棒槌山近在咫尺了，沿着这条路就通上去了。现在大中午太阳很大呀，特别晒，也没啥游客。哎呀，这个旁边呀，大家看，就是悬崖呢，幸好有栏杆拦着呢啊，这还是挺高的。这个地方啊，让我想起了去湖南郴州的那个高椅岭了，刀背山，就像走在刀背山一样啊。这就是最后的台阶了，再往上走那里关闭了啊，上不去了，只能在这里看棒槌山了。哎呀，这个山高38米，它上面的直径是15米啊，这下面的直径是10米，所以啊，它是上宽下窄的，它能稳稳的立在这里，真是一个奇迹呢。感觉重心不稳呢。它是300万年形成的啊。现在到了它跟前呢，我们看看它这个山是由什么构成的，全是这些小的石块、碎石子儿。以前在1亿年前啊，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，这些石头啊什么就沉积在海底，
然后随着地质变迁，这个抬升地块它就突出水面了嘛，形成这个高山。以前呀，这一片也是有那个山的，和它连在一块儿，慢慢的受到风化剥落，这一片的山就没有了，光剩下它孤零零的耸立在这里了。这个事发生在300万年以前啊，也许再过300万年，连这个柱子也被风化掉了，也说不定啊。现在有点遗憾啊，不能走到这上面去近距离的看它，这上面的视角更好，还可以俯瞰承德市区啊。但现在被挡在这个石头后面，啥也看不到，没什么风景啊。大老远跑过来，感觉不怎么值啊。但是大热天顶着太阳来都来了，就拍张照吧，要不然就白来了。对了，在棒槌山的旁边不远的地方，那里还有一个蛤蟆石呢。看那个石头，远看啊，就像一个蛤蟆一样。从这里走过去啊，500多米吧，但是得先下到这个山底，然后再爬上去呢。哎呀，有点远，我就不走了，一会儿我飞无人机航拍一下吧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如果哪一天棒槌山倒了，蛤蟆石跑了，说明承德这里就会又一次经历地壳变迁，说不定又会沉到海底了。坐缆车下山了。哎呀，这个景区就这一个景点，没啥意思啊。就这样吧，坐在缆车上再看看风景，然后就回去了。然后再往那边可以看到小布达拉宫，看就在那里呢。找了个地方住啊，今天住这边。看看房间里面还可以哈，宽敞明亮，大窗户，采光也不错的。主要是他们家这个位置好，就在避暑山庄的正对面呢。2张床啊，为什么订2个床的房间呢？因为这个便宜，我订的是他家最便宜的房间，特价房145啊，其他房间都在200-300以上呢。这家是4星级的酒店啊，铺的地毯，但是装修有点老旧了啊，应该重新装一下了。这边有矿泉水啥的，你看还有保险箱呢。这边卫生间还有这个浴缸呢，哇，100多块钱的酒店还配了浴缸。这边是洗手台。我来承德住了第3天了，承德的住宿啊，整体来说不怎么贵，汉庭、如家还有很多的酒店的都是100多块钱啊。哦，一会儿晚上到外面逛逛夜市啊，这附近就有一个夜市，晚上去吃点喝点，承德之行就圆满了。哎呀！我现在在河北承德，今天要到双塔山去玩一下。这就是承德的双塔山，2座山峰比肩而立，山顶上还各有一座塔，所以叫做双塔山。关于这个山有很多谜题啊，比如说它是怎么形成的，为什么造型这么奇怪，山顶的塔又是谁建的，建筑材料是怎么运上去的，并没有看到四周围有台阶呢。那当时古人是怎么样到达山顶的？带着这些疑问啊，今天就去爬一下这个双塔山。这边的索道也是椅子的啊，跟昨天的棒槌山一样的。然后它的门票是50块钱，索道单程是30，往返是50。我坐的是单程的啊，一会儿下山呢我就走下去，因为这个山呀本来也没有多高。你看前面呢，马上就到山顶了啊！这个双塔山已经近在咫尺了。这下面的树木好茂盛的啊，也是树顶漫步的感觉。哇，索道离这个山这么近吗？这么近距离的看它呀！一下缆车就到山跟前了。这么奇特的山，今天就好好的看一看啊！哇，走到它跟前才看出来，这个山确实很高大呀。它有2个嘛，
那个要高一点，35米，这个30米啊，中间这里是断开的。在这下面是完全看不到山顶的，那上面还有2个塔的，但是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啊，只能通过无人机看了。哎呀，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山呀，它上面宽，下面窄。这个也是啊，你看这里是凹回去的，这样不是站不稳吗？头重脚轻的感觉，它怎么能立得这么稳呢？你看，这里是凹回去的啊。然后它是怎么形成的呢？跟昨天看的棒槌山一样，以前它2个也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经过风化呀、剥落呀，中间的那些石块呀就掉下去了，它俩就慢慢分开了。这山顶上是有人上去过的啊，不然山顶上也不会有2个塔的。那2个塔呀，据考证，建于辽代，就是契丹人在上面建的塔。距今1300年了啊，然后历史上啊，康熙呀、嘉庆啊、乾隆他们都来过这里，其中呢，乾隆也上去过啊。他是怎么上去的呢？当时他在这2个山中间搭架子，一直搭到那上面去。你看这两边有很多的那个孔啊，这以前可能就是搭架的时候凿的孔，然后把木头呀插进去，然后就像搭楼梯一样。你看这边也有很多的孔，镜头拉近一点看得清楚啊，那上面有很多的孔。后来可能是把架子撤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上去了啊。现在也是上不去的。它跟贵州那个梵净山很像啊，但是梵净山呢可以走上去，它这里是走不上去的。它这山体上的洞，有的是人凿的啊。但大部分呢都是天然形成的啊，因为它这是喀斯特地貌。喀斯特的特点啊，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溶洞，经过流水侵蚀呀、风化呀，这些洞就有可能慢慢变大。你看这里就穿透了，然后这个地方也许再过几十万年、上百万年，中间这块石头也有可能会掉下来啊，到时候这2个山又分成2个了。这地质变迁嘛，都有可能的啊。下面这个就是从山上掉下来的啊，这么大的石块呢，掉下来自然排列成一个乌龟的形状了。你看，乌龟的头朝着这个山啊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个山的另一面还有一个七宝楼呢，这里面供奉的佛像啊，就是利用它原本形成的那个洞，然后把这些佛像放进去。看这边的树上挂了好多祈福的牌子啊，很多人来这里会挂一个。然后现在继续往那边走，那里还有好多其他的景点呢。这山上有好多猴子呀，可以喂猴子的，但都是野生猴子啊，容易把人挠伤啊。看猴子吃苹果，这景区有人喂呢啊，那里有很多苹果。看这个位置最好了啊，在这里呢可以拍到双塔山的全貌，因为刚才在山脚下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它整体的，而且这里有个牌子啊，正好可以拍一个留念照，或者说拍个创意照啊，用手这样托着双塔，感觉像托塔李天王似的，用双手捧着它，或者说这样要把它推倒，再或者这样把它抓起来，让太空人把它抓走，挺有意思的哈。走到这边有一个骆驼峰，就是后面这个山，长70米啊，这是它的驼峰，挺形象的呀。这里看风景也不错。哎呀，看前面这个山也挺高的啊，这悬崖，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上面不长草，你看下面的树那么多，但是这悬崖上一棵草都没有，很神奇吧？顺着这山间小道一直往前走，现在中午也没啥游客啊，
哎呀，这两边的树木这也太茂盛了啊，都遮挡视野了。这里有一个观景台，这是看鬼斧神工的哦，就是指这两块石头，这个上面刻的鬼斧，这个上面刻着神工，它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啊，后来它掉下去了，感觉是被人用斧子劈开一样，所以叫鬼斧神工。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神奇呀。然后呢，下面还有一块长条形的石头，那个是棺材石，长得像棺材一样的啊，它长115米呢。白天见棺材，寓意着升官发财呀。现在走到猿人的对面了，哇，看看前面这里像不像一个猿人？你看他的眼睛、他的嘴巴、他的脸，越看越像啊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哇，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瀑布呢，太让人意外了啊！小瀑布，哇，这里挺凉快的，但是我怀疑这是人工瀑布吧？这哪来这么多水呀？山顶上没这么多水吧？要从这瀑布后面走过去。哇，这后面才更凉快。这个景色不错啊。在这个山体的一侧有一个大的断面，在这断面上雕刻了很多神秘的符号和图像，大家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呀？这上面的图像代表啥意思呢？据说是雕刻着契丹族起源呢，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契丹人生活的地方。要坐高铁了，坐车去天津了，那个复兴号啊，1个小时就到北京了，北京中转，然后再去天津，没有直达的。期待您的宝贵意见。天都快黑了，哎呀，女士们、先生，为营造诚实守信、